我刚拿了全国厨艺冠军，却穿成了一个古代痴傻的少女，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，宋家被满门流放了。要下雨了，今晚就在这儿安歇。堂儿乖，在这儿坐着，不要乱跑，娘去拾些柴火就来。更糟的是，爹被逼着去采药，坠了崖，下落不明。我清醒着，却控制不了这具身体，说不出话，动不了手，只能看着。喂，傻子，这地儿我看中了，给我起来！远哥怎么能打你大姐姐呢？到底是没爹的孩子了，什么坏秉性都出来了。是他先扯我姐姐头发的。别争了，远哥莫要扯谎，给你大姐姐道歉。我没有。知远没有撒谎。这唐丫头说话了，看着好像清醒了。他刚就是这么扯我头发的。这样，我弟弟还要和他道歉吗？放肆！即便他动手在先，但一众长辈在前。我爹倒是信你们这些长辈的话，可他什么下场？知远想分辨，你们看他年幼便不信。我若分辨，我从前是个傻子，你们谁会信我？岂有此理！还不来人！老太太息怒，没得跟一个傻子计较。唐丫头，莫要张狂，你且等着。我等着的可多了。姐姐你好了，可惜爹看不到了。别哭了，咱们没吃亏。我的儿，你这是好了，真好了，你能说话了，你能动了。娘，我真好了，往后谁也不能再欺负咱们。堂儿，可老太太方才断了咱的口粮，今晚咱们连饼渣都分不到。娘，交给我，我有办法。小娘子有事儿。张校尉，我看你们才买了不少食材，怎么顿顿都只吃干饼子泡热水？伙夫病了，没人会做饭啊，这些东西搁这儿干瞪眼。你会做菜？会，我帮你们做一顿像样的饭，给我和我家人能吃上一口热的就行。行，你要是做砸了，往后就别再过来了。做厨师的第一要素，先把自己收拾干净，食客才有胃口。你们请尝。老天爷，这鸡蛋能这么香？是鸡蛋，做法叫赛螃蟹，用最寻常的食材做出最不寻常的味道。你倒是给弟兄留一口啊！小娘子，你这一手是跟谁学的？饿过，饿过就知道怎么让东西好吃。往后这一路你就给我当厨娘，工钱按天算。那儿还有块腊肉，今晚你一家子的饭菜也从里头出。姐姐，这是给我们的，吃。往后顿顿都让你们吃好的。堂儿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我其实清醒了很久，只是动不了，在梦里学的。姐姐吃，姐姐最辛苦。我在京城吃过御厨的菜，说实话，不比这个强。老侯，你这伙夫的差事，怕是要让位喽？人家小姑娘做的那道菜，比你那白水煮肉强了不止1星半点。不就是会做个饭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去，这饼怎么烙的？外头脆里头软，嚼着还有股甜味儿。面里掺了一点米汤，米汤里的糖分遇热淡化，就是甜味的来处。天还没亮就有热饼吃。小娘子，你这厨娘的差事转正了，往后每天管我们3顿饭，工钱日结。侯差爷，您病了几日，人都瘦了一圈呢。有些人趁您病了就往上爬，一个傻了10几年的人忽然会做饭，您不觉得蹊跷吗？再说了，您现在病好了，那临时厨娘的差事……宋大小姐上次不是嫌我手粗，不让我碰你东西吗？
趁我病抢我差事，抢了还做得比我好。一顿饭的功夫，就让同僚把我过去做的所有东西踩成猪屎。可宋玉锦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不过是拿我当刀使。但他说对了一件事儿，一个傻了10几年的人忽然会做饭，太蹊跷了。我想喝鱼汤，你去抓鱼。好，汤儿，你的手。娘别担心，我有数。受不了就说，没谁逼你。鱼到了浅水区了，再等半刻钟。你怎么抓到的？溪水虽然凉，但鱼在傍晚会到浅水区取暖，用石头围一个缺口，等他们进来就行。你以前抓过鱼？没有，但饿过，饿过就知道，想活着就得想办法。这泥怎么会陷得这么深？这不是泥的问题，是山体在渗水。什么意思？正常冬天溪水清，山体干，现在七水变浑，山体往外渗泥水，说明山体里积了大量水。有经验的采药人都知道，这是山崩前兆。你肯定？我爹宋燕进山采药前教过我认山。猴子哥，如果山崩，我们扎营的山谷就是活棺材。万堂，张校尉，这山不对，溪水突然变浑，山体往外渗泥水，可能要山崩。小娘子多虑了，冬天哪来的山崩？宋婉堂，你做饭就做饭，管什么山崩？怕不是想偷懒不抓鱼了吧？宋玉锦，你要赌命是你的事，这里20多个人，赌不起。小娘子，你是认真的？我爹教过我，山体渗泥水之后，快则2刻钟，慢则1、2个时辰，山就会崩。所有人立刻退出山谷，粮食辎重不要了，先保命！放开我，我妻儿在那边。宋兄，来不及了。官差白日行路，算脚程。宋家一行人此刻应在大山深处，绝无生还可能。二殿下，我愿追随你，只求真有那一日。夫人、唐儿、萧远，收东西了。宋家小娘子，今晚若不是你，我们20几条人命就葬在这山里了。张某替所有弟兄谢你救命之恩。张校尉言重了，最先发现不对的是侯差爷，我不过是传了句话。什么？好小子，回头校尉上报，你这功劳少不了。你为什么帮我说话？我明明什么都没做。这功劳与我有什么用？能免我被流放，还是能得朝廷嘉奖？分一半给你，换点实惠的。好个机灵的小丫头，后头这一路上你一家3口我罩了，谁要为难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小娘子，感谢你救了我们，这点吃食万万不可推辞。小娘子，到了丰州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有手艺，饿不死。到了之后，我帮你跟衙门的人说几句好话。谢谢校尉。丰州城是大楚最北的边城，半边靠海有海寇，半面接壤北戎，亡命之徒多，流放犯更多。你们家被判的是流放为平民，不用服苦役，已算不幸中的大幸。这是城内地图和我攒的老婆本，便宜你这丫头了。进城置办件像样的袄子。侯爷这老婆本也忒薄了些，回头我100倍还你。风大，小心闪了舌头。山水有相逢。流放为平民者，入城户籍每人需交纳10两银子。若银钱不凑手，户籍落入城外村落，水匪北戎滋扰，安危自负。抄家时，所有人都被搜过身，根本夹带不了任何银钱，除了老太太，她是先帝亲封的1品诰命，官差不敢搜身。二婶不是有个能干的女儿吗？变出30两户籍银钱啊！
老太太，我不求落户籍，只求您看在骨肉亲情的份上，给2个孩子一条活路。让唐丫头跪在所有人面前磕100个头认错。我就是要自立门户。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。唐丫头，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们3人和宋家再无关系。没了户籍，你们就是城外流民，我看你怎么死！大人，我问一句，流放为平民，有没有别的法子落户？按大处律，流放为平民者，若暂时无力缴付户籍银，可办临时户籍，每月每人缴100文，1年之内补齐差额，即可转为正式户籍。办。唐儿，那银子是侯差夫给你的，咱们现在连房金都没有了。娘，一个厨子有手有灶就能活，咱们先找客栈落脚，房钱我去挣。娘会做针线活，等安顿下来，娘也去挣钱。丰州城，我们来了。下等房50文一晚，通铺10文，热水另加5文。一间下等房，先住3晚。姐姐，别走，不走，姐姐就在这儿。还有点烫。娘，今儿个让知远再躺1天，房费我来想办法。要不，娘把耳坠子再当一回。上回当铺掌柜说还能抵一些，那是爹送您的，留着。我有手有脚，还能饿死不成？唐儿，娘知道你能干，可你才18，外头那些人看你是小孩，会欺负你。你要是出了事，娘跟你弟弟怎么活？娘，在破庙里老太太断了咱口粮，你怕不怕？在衙门里他让咱磕100个头，你怕不怕？咱都熬过来了。现在咱已经到了丰州城，有了自个儿的户籍，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您放心，我不会逞强，天黑前准回来。掌柜的，猪肉什么价25文一斤，下水2文，要预定。白面呢？小子到底买肉还是买面？面在对面粮铺。初来乍到，打听打听行情，多谢掌柜。本钱不够，买得起料，买不起车，除非先上山弄点免费的。野菜菌子山腰，不要本钱，就是得花时间。前帅，进山啦！南山烧炭缺人手，工钱30文日结，天黑前回，上车就走。进山挣钱，顺路寻食材，一举3得。大哥，您这儿招人吗？你多大？怎么看着那么小？18了，小时候生过病，坏了底子，身形瘦小了些。你管这个叫瘦小了一些？我知道自个儿力气弱，也不敢要全部工钱，您看着给就成。这么小的娃娃也来打短工，怕是家里揭不开锅了。待会儿在山上，咱多看着点。若你能做活，按30文给你；若做不好，至多15文，同意就上车。成。小兄弟，你以前做过炭？没做过，但我在家做过饭。哈哈，做饭跟烧炭那是一回事嘛。不过你放心，到了山上，力气活我们几个包了。你帮着递个东西就成。多谢几位大哥。谢啥？谁家没个难处？回头你挣了工钱，别乱花就行。工钱30文，再找几样能吃的山货，房费饭钱，给知远抓药，全都得从这座山里挣出来。仙女，
有仙女。是啊，我也看见了，是仙女。老黑掌柜，你说这是病了？我怎么看着像鬼上身？30万工钱还想让人卖命，我不干了！别走，别走！我家工钱50万不行就100万，有钱挣也得有命花才成。那个姓宋的小子呢？莫不是已经被鬼怪害了？哎，我在这儿呢！你小子不要命了，还不快出来！哼哼，你小子别跟我说你是肚子饿了，想在这儿吃一顿再走。不是，方才我闻到一股菌子的香味，这砂锅里的余温还没散。不久之前还有人在这做饭，这能说明什么？说明在煮这锅汤之前，营地里还有神志清醒的人，他们不是鬼上身，是吃了这锅菌汤中的毒。吃错菌子确实会让人产生幻觉，可那都是个人的幻觉。你看他们一问一答的，菌子中毒也可能产生群体幻觉。找到了，这叫白毒散，表面光滑，菌肉白色，菌雀离生烧蜜，剧毒之物。我家村子里有个人，就是上山采了一种白什么散，吃了就没命了。你俩早不说，哥几个还等什么？快把人往板车上抬呀！宋小兄弟，今遭的事儿多亏你了。你看你是直接跟我回城，还是留下？我想留一阵子，寻摸点野菜、菌子之类的东西。行，你是个有成绩的，自己小心。我这第2车还得拉炭，第3车才正式回城，天黑前回来就行。值了，回去应该能卖点钱。野猪，宋婉棠，你真是个灾星！上辈子摔一跤穿越了，这辈子挖根山药都能撞上野猪。娘还在客栈等我，志远还发着烧，我不能死，死在这儿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能站起来吗？快走，野猪还在附近。你说的是这头吗？好厉害的剑术！你在猎这头野猪？追了3天，本来要活捉的，看到你在下头，只能射箭。多谢救命之恩，我叫宋三郎，恩人怎么称呼？沈渡。沈猎户，我们事先说好的，这野猪得抓活的。你把它一路赶到山脚，再想办法打晕，怎么把它宰了？活猪和死猪能差出多少价钱，你知道吗？说好的不讲，但是我把野猪驱赶到这里，在高处发现了这位小兄弟，差出的银钱再多，终归没有人命宝贵。我身上没带银钱，等我结算出这猎物的工钱，会给你汤药费。哼，沈猎户可想好了，这野猪我估摸200斤左右，能出150斤肉。按城里的收价，均价20文一斤，拢共才3两银子。按咱说好的，我帮你运回城处理卖肉，抽取1半，你至多落1两半。城内医馆请一次大夫，随便开2副汤药就得1、2两。你忙活一趟，1文钱捞不着，还得倒贴。无害，本就是我应做的。我才从城里出来，猪肉铺里猪肉价格是25文一斤。你也说那是肉铺的卖价了，收价和卖价能一样吗？行，那我再问你，你方才说200斤的猪出150斤肉，难不成这也有错？我这还多说了呢。出肉比倒是再大差不差，可你怎么只给人家算猪肉的价格？你没算银钱的那50斤里头，猪下水能卖2文一斤，猪皮能做猪皮冻、猪皮饼，猪毛坚韧有弹性，能做刷子，猪蹄甲硬膜都是药材，还有这副獠牙，装饰品、收藏品更是不愁卖。你这小子关你什么事啊？怎么不管我？方才沈猎户说了，要把他结算的工钱赔付给我，等于这半头猪都是我的。你说关不关我的事？况且这是野猪，野味和家养猪肉能一个价？天寒地冻，野猪冻在雪里又不会坏，
不久便是年节，富贵人家送礼正需要这个，只会供不应求。沈兄弟，你别听这小子信口雌黄，咱们自己的营生……这位小兄弟说的不错，我既已答应赔付汤药费，我份额内的野猪便该由他做主。哼，随便你，老子不做你这生意了！马上就是天黑，看你们怎么处理这野猪！你别怪我多嘴，我纯粹是看不惯他那副奸商嘴脸。不过我没想到他会直接说不跟你合作了。谢谢你方才挡在我前面。没关系，我同他本也不相熟，只是住在一个村子上，觉得方便罢了。没了他，总还会有旁人。只是他倒有一点没说错，从前都是他带人帮我运猎物，现下只能靠我自己了。这猪200斤，拖进城倒不难，只是卖相不能弄得太难看，而且时辰不早，眼瞅着要关城门了。宋小兄弟感情在这里，让我好找。掌柜的，能不能借板车一用？这有啥？宋兄弟都开口了，板车尽管用。将来我也要开一个这样的酒楼，不，比这更大。不错不错，这么壮的野猪，又是年节前，若能抓到活的，线下死透了，至多出30两。活的可以运往州府甚至京城，那边的客人出得起价，死的只能在丰州城里卖，所以差了数倍。小兄弟年纪不大，见识倒比一般人广。这是30两。这是做什么？原先当着牛二的面，我说了我那半头野猪赔给你当医药费，现下你帮我把野猪卖了，所以属于牛二的那半份也该归于你。30两银子，正好够一家3口办户籍。我不能要，打着野猪你出力最多。老黑哥借了板车，那是柴炭行的公务，回头还得洗刷请客堵伙计的嘴。吕掌柜是看在老黑的面子上才收的，大家都出了力，让我一个人拿钱，心下难安。我不善言辞，但我依旧认为，即便抓到活野猪，在牛二手下也得不到这样一笔钱。这人会武，而且武艺不低。野猪与我并不算稀坏的猎物，牛二亦不足为惧。我同样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你尽管收下。多谢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，来日必还。哎呀，两位大哥再等我一阵，我去问问收不收山药。前头那些短工也是按30文一人结的。够了，多谢掌柜。行。我回来晚了，娘担心坏了吧？外头风凉，怎么不在里头等？没事，客栈里头待了一整日，正好出来散散。姐姐一定很累了，我自己下来走吧。别动，街口就有一家医馆，姐姐带你去看看。看大夫要很多银钱吧？我吃1副药就好，要是1副药太贵了，吃半副就好了。风寒倒不严重，但这孩子的脾胃有段时日了，近1个月应该都在疼，疼得很厉害。其实也还好，不怎么疼的，尤其后来姐姐每天都给我做好吃的，就好很多啦。那后头怎么治？索性令弟年纪尚轻，吃上半个月的汤药调养，往后注意些，定期复诊，应不会落下病戈。老夫尽量选平价的药材，半个月的汤药收你3两银子，若银钱不凑手，先开5日的也成。今日诊非免了。多谢先生了，劳烦您先开5日，3两留给弟弟的药，3两做小生意的本钱，4两找房子租。白日里你走后，我花了10文置办针线，下午晌在大堂里帮人缝补，将挣了20文。哇，客栈住的大多都是行商，大老粗出门在外，衣服破了烂了是常态，可不就需要有人帮着缝补？娘这个想法真不错。娘，姐姐，那我呢？我也是咱家的一份子。大夫爷爷都说了，我吃半药就能好了，我也要帮忙把吃药的银钱挣回来。那你先把身子养好，然后想想将来要做什么。小二哥，现在还有吃的吗？后厨不剩什么食材了，值夜的厨子家里有事回了家，客官要不是不介意，小的给您随便做点儿。
不过小的这手艺，我自己用一下厨房可好？按食材银钱给。这虾蟹怎么卖？这都是挑剩下已经死了的，哥平时都倒掉，客官看着给几文钱就行。弟弟脾胃弱，不能吃不好消化的。海鲜粥刚好。客官，您这手法比我们赵大厨还利索。这虾头平时都扔掉的，原来能炸出油。虾头虾壳才是鲜味的精华，做菜和做买卖一样，会用的东西多，本钱就低。客官，能不能让我尝一碗？剩下都是你的，一会儿帮我熬药，我弟弟饭后就吃药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姐姐回来了，你这小狗鼻子还真灵。这粥太好吃了，比从前家里厨子熬的好吃多了。有这手艺，咱们还愁不能安身立命？姐姐往后有空就给我做这个，终归是海鲜，一顿半顿还好，常吃怕对你肠胃有负担。等你好了，姐姐给你做香辣蟹、蒜蓉蛏子。姐姐别说了，我马上乖乖喝药，一定把病养好。往后要是有不舒服，也不瞒着娘和姐姐了。2间卧房，1间堂屋，1间灶房。城中和城南最好，城西码头太乱不去，城北靠边境不去。年付预算3两银子1年。符合小兄弟要求的就这么几间，等后头遇到合适的再带你们看。你俩别急，明日不让你们跟着跑了，总归有办法。都这个时辰了，那孤儿寡母的还没出现人影，别是偷了客栈什么东西逃了吧？掌柜不如去看看房间里少了啥。少搁那儿胡说！人家看着说话做事都是文绉绉的，原先都是好人家出身，还不都是你惹出来的祸事？掌柜的，发生了何事？客官总算回来了，再不见您，我都要满大街找人了。什么事这么急？是这么回事，咱城内有位治世的魏先生，他家老太太水土不服，胃口一日比一日差。魏家悬赏5两银子，只要做出合老太太胃口的饭菜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昨晚您不是做了锅粥留给小二吗？赵大厨尝了一口，就送到魏家去了。老太太居然动了食欲，那不就结了？没结，赵大厨想冒领功劳，照着您的步骤自己重做了一份，结果又腥又臭，把老太太熏吐了。我就是火候没掌握好。魏先生动了怒，派人来客栈了，要让真正做粥的人亲自去一趟。客官，您看。客官，说来是小的对不住你，是小的鬼迷心窍，听了赵大厨的话。他什么来头？通判家的远亲，掌柜也管不了他。他昨晚根本没回家，跑去打听魏老太太的口味，想抢这5两赏银。他不做那份还好，做了反而是替我证明了。证明什么？证明那海鲜粥只有我能做。府里人口简单，除了正餐不吃旁的。这会儿下午饭已过，不剩什么东西了，小哥看着做吧。老太太牙口不好，肠胃弱，鸡蛋好消化，虾早上能对海鲜粥异动，应该不讨厌。豆腐软的不费牙，鲜虾豆腐滑蛋羹就它了。小哥想做什么菜？鲜虾豆腐滑蛋羹。老太太牙口不好，豆腐软，蛋羹滑，虾仁提鲜，不费牙也不费胃。你倒有心，不像之前那个送粥的，冒冒失失端了碗腥东西来，把老太太熏得够呛。粥是我做的，只是送的人不对。小哥旁的不说，这剥虾的手艺就很不错。老头子年纪大了，手不听话，你这是下了不少苦功吧？确实练了挺久。小时候家里遭了变故，肚子饿，饿极了的时候，手就会自己想办法。饿过的人做出来的菜是不一样，吃的人能尝出来。老头子姓孙，在魏府掌灶20年了。小哥贵姓？免贵姓宋，宋三郎。宋小哥，方才我说赵大厨送来的粥熏了老太太，那是给你提个醒。
那赵大厨是通判家的远亲，在城里霸道惯了。回头他要是找你麻烦，你来魏府找老头子，我替你斡旋两句。多谢孙师傅。原来是借余温虚蒸，虾肉才不会老。谁教你的？自己瞎琢磨的。小哥，快随我把这菜盛上，晚了我家老太太该午歇了。去吧，老太太要是开口问你是谁，你就如实说。娘，您尝尝这个。这菜是谁做的？回老太太，是我做的，不知道合不合口味。你多大了？18。18岁能有这手艺，比咱家厨子做得好。小兄弟手艺精妙，老太太许久不曾吃完一碗东西了。你是宋家的？是，家祖宋怀章，先帝朝内阁首辅，去岁新帝登基，阖家流放。如今我自立门户，与宋家本家已无瓜葛，不便多来往，但这心意你收下。你祖父在世时，算了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多谢魏先生。温一壶黄酒。小姑娘，后头要是再做菜，不管什么，让人送一碗来。老婆子爱吃你做的。是，一定送来。小哥，预算提到5两银子1年。还真有一间清水巷的小院，2间卧房，1间堂屋，灶房宽敞，院子里有口井，年租5两。这么好的条件，为什么别人不租？你直说，省得我看完了再问你。隔壁住着个杀猪匠和刽子手，有些管顾忌讳，说是煞气重。堂儿，刽子手。娘，杀猪匠有肉吃，刽子手没人敢惹。放眼整个丰州城，还有比这更安生的邻居吗？你呀，这张嘴。带我去看看。姐姐，这里好看，夏天可以结枣子吗？枣树3年才挂果，别急。不急，反正我们要住好久好久。灶房朝南，通风不闷，烟囱直通屋顶，是间好灶房。娘觉得呢？好，很好，比咱在京城的灶房也不差。就这间了。姐姐，我还能再抱一袋。那你把米抱稳了，今儿晚上做饭用的就是它。我抱住了。堂儿，我那间炕大些，娘们跟你不换。我天天起早贪黑的，炕大了也是空着。知远睡暖和的屋，您睡向阳的。好。新搬来的，要不要买肉？今早刚宰的猪，五花还热乎着呢。邻里邻居的，不用客气。要什么肉？我要1小块五花肉。五花算你便宜，这1小块肥肉是送的，熬猪油使。多谢张叔，我叫宋三郎，往后少不了来您这儿买肉。好说，邻里邻居的，常来。你是新来的，你会做什么好吃的？皮痒了是吧？别理这几个皮猴子，听说你还带着个弟弟和一个娘，往后你家弟弟要是没处玩，扔过来跟这几个泥猴子一起玩。多谢婶子，改天我做了好吃的给您端过来。端什么端？你刚搬来，该是我们请你，改天过来吃饭。姐姐买了肉，今晚吃红烧五花肉，庆祝咱家搬家。真的？半年之内，我要在丰州城最好的街头开一间自己的食铺。红烧肉。小子，你这肉怎么烧的？糖色炒到位，小火煨足1个时辰。听见没？煨足1个时辰。你上回煨了半个时辰就喊累。人家有手艺，你有嘴，赶紧吃你的。来这么早？昨儿那碗红烧肉，我家3个崽子念叨了1宿，非让我来问你还做不做？红烧肉改天。张叔，今儿想跟您买几样东西：猪肠、猪肚、猪肺，市面上我打听过，下水2文1斤，您这儿有吗？下水那玩意儿又腥又臭，没人要，你要它做什么？试试，做砸了就当喂狗。昨儿那碗肉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小子不是一般人。下水没人要的东西，我给你留着，做成了给我端一碗。一定。猪下水没人要，是因为不会洗，洗得好比肉还香。姐姐，堂儿，你做的什么？尝尝。好吃，我还要吃。娘是高兴，咱家在京城的时候，也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。隔壁做什么好吃的了？
小子，你这卤料里放了什么？花椒、八角、桂皮，还有一味陈皮。怪不得有骨回甘，婶子做了20年饭，你这手艺不是被光靠练能练出来的。饿过，饿过就知道怎么让东西好吃。比肉好吃。张家的什么比肉好吃？隔壁宋三郎做的卤下水，下水能有多好吃？明儿个我去码头摆摊，5文钱一个夹馍。各位婆婆要是顺路，来尝尝。这娃娃年纪不大，口气倒不小。行，明儿个我去码头看看。码头摆摊儿，推车有了没？还没，正打算找呢。巷子后头有个唐木匠，专做推车。回头让我家那口子带你去，他跟唐木匠熟，能便宜些。多谢婶子。下水5斤10文，香料约20文，白面膜30文，本钱拢共60文。1斤下水做5个夹馍，5斤做25个，1个5文，卖完净赚65文。我今天帮客栈缝了2件衣裳，挣了25文。堂儿，明儿个东西都备齐了，差不多了。娘，第1天我不求赚钱，只求有人来。会有人来的，你做的东西，吃过的人都会再来。姐姐，我给你写的招牌，写的真好，明儿就挂上。来这么早？昨儿那晚下水，我家3个崽子念叨了一宿。张叔，我来谈正事。我算过了，码头出1天摊儿，至少用5斤下水，往后生意起来10斤打底。下水2文1斤，张叔每天给我留最新鲜的，我每天现结，长期要。小子，5斤下水够你做多少？码头那地方我卖了10年肉，工人多嘴刁，还欺生。你一个娃娃推个车上码头，不怕被人挤兑？怕，但我更怕一家人吃不上饭。你怕不怕吃苦？我不怕苦。下水2文1斤，五花肉25文，每天给你留。这根骨头搭的，熬汤用。小子，码头那地方吃人不吐骨头，但有手艺不怕苦，死不了。说定了。说定了，今儿晚上吃面，骨汤手擀面，配上卤下水。面我来，娘在娘家的时候擀面是出了名的。我都不知道娘会擀面。你没吃过，你小时候不爱吃面，一吃就哭。娘，往后灶房里的面都由你来擀。好。姐姐，为什么咱家的东西越来越香？因为咱家现在有灶房了，有灶房就有家。娘擀的面比姐姐做的还好吃。小没良心的，昨天还说姐姐做的天下第一，今天起娘做的面就是天下第一。你爹最喜欢吃手擀面，每次他下职回来，我都给他下一碗。他说京城的馆子都比不上我做的。等找到爹，娘再给他下一碗。找到他。明天，码头，一切从明天开始。唐老木匠今年62了，做了30年推车，码头上3成的推车都是他做的。脾气倔，你要是挑他做的车毛病，他能跟你吵到天黑。不过手艺是真好。唐叔，给你带生意来了。买推车，新的8000银子，快过年了，不议价。有没有2手的？这辆多少银子？500文。400文。这车的左边扶手有裂纹，我现在不压价，2个月后也得来找您修。小子眼刁，你是做什么的？做饭的。做饭的没有这眼神儿。450文，裂纹我今儿给你补上，3年内坏了免费修。成交。小子，这车原来是谁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赵大娘在码头卖了3年臭豆腐，后来跟人打架，打伤了人，见了血。推车被官府收了一阵，之后就没人要了。赵大娘现在还卖臭豆腐吗？早不卖了，听说现在在街头帮人缝补衣服。他这人脾气暴，但心不坏，
就是命苦。我买他的车不算晦气。你要是见到赵大娘，别提这车的事儿。航儿，头一天出摊儿，早点回来。娘放心，卖完了就回。小哥新来的，这角落可没什么事种，前头那个拐弯才是好位置。第一天先试试，味道好，客人自然会找来。哼，年轻人，码头摆摊靠的是位置，位置偏了，做龙肉也没人吃。啥东西这么香？卤下水加白面膜，5文钱一个。下水？那玩意儿能吃？不好吃不要钱。老婆子闻了一早上，要是下水的话，那确实比肉香。我靠！再给我来2个！真有那么好吃？3个，我要3个。小哥，我想带半斤回去下酒。单卖，卤下水15文半斤。客官是第一个单买的，给您多切2两。就这个味道，我在渡口那边就闻到了。卤下水加白面膜，5文钱一个。猪下水，我家厨子做过，又腥又柴。客官尝一口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再来5个。客官是船行的人。江记船行，我爹管3条货船跑南边。你这卤下水能放几天？天冷，卤好的下水放2、3天不坏。那回头我问问我大哥，船上跑一趟少说10天，干粮吃到后半程都硬了，要能带你这卤下水。这5个算我请的，好吃您再来。我叫江鹏举，宋三郎是吧？我记下了。今天带了25个夹馍的量，全部卖完，净赚80文。明天多带10个。拐弯那个摊位的刘老四后天就不干了，你要是想去，趁早跟市里说。何婆婆，那位置摊位费多少？1天15文，你今儿卖了多少？150文。老婆子卖了一早上鱼，才卖了60文，后生可畏呀。大人，听说拐弯口刘老四的摊位后天空出来。你是谁？宋三郎，今儿在角落摆摊的。那位置1天15文，先交10天的150文，做不做？做。今天怎么样？卖完了，后天搬到码头最好的摊位。最好的？那得多少钱？1天15文，我今天挣了80文，后天搬到好位置，1天挣200文不成问题。你爹当年也是这样的，做什么事都比别人快好几步。娘，等我把生意做起来，等有了余钱，我去打听爹的下落。不急，你先把自个儿的营生站稳。15文1天就这破位置，老婆子在角落摆了多少年？何婆婆，回头我每天留一个夹馍给您。谁稀罕？加卤汤。大哥，就是这家。卖的猪下水？是，卤了2个时辰。客官要不要尝一个？我弟说你做的下水比肉好吃，我来看看是不是。你说的对，我就说吧。后天有船跑南边，你给我备30个夹馍，外加3斤卤下水单装，开个价。拢共240文，大单给您抹兔零头230文。成交。后天天不亮，我让船工来取，银钱现结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，船上的厨子也会做下水。你的要是跟他做的没区别，以后就没这生意了。今天卖了35个夹馍，2斤单卖卤下水，扣掉成本摊位费，净赚210文。这么多！后天还有个大单，江记船行订了30个夹馍加3斤下水。不过船上的厨子也会做下水，那怎么争得过？除非他模仿不了。什么意思？做酱料包，
把卤汤浓缩成固体酱料，船上只要烧热水，冲进去就是一碗卤汤，配上馒头大饼，就是一顿饭。那船上的厨子不会做？他不会，因为比例只有我知道。跟锅里的一模一样。成了，酱料包连包子带大饼，一份50文。船上的厨子熬不出这个汤。将计船行跑南边的3条船，30个船工，一人1天3顿饭。如果他们跟我订酱料包，那咱家就真的在丰州城立住脚跟了。后天先给江家送30个夹馍，酱料包是送的，他们吃了就知道。堂儿，让娘来帮你。娘您去睡吧，我一个人就行。你一个人蒸30个馍，等你蒸完天都亮了，2个人快点。火大了，水少了。姐姐，我睡不着。正好，帮姐姐码东西。1、2、3。姐姐，早点回来！二少爷，你说那下水到底多好吃？你吃了就知道。30个夹馍，3斤卤下水，拢共230文。开船前让我船上厨子尝一口。嘿嘿嘿，下水有什么好尝的？哼，我又不是没做过。这是下水？猪肠、猪肚、猪肺，卤了2个时辰。我做不出来这个味道。这5份是送的，卤膏、干葱花、肉酱，冲热水就行。船上的厨子不用熬汤，烧壶水就能给船工吃上一碗热卤汤。这趟回来，如果船工都说好，下趟的货我跟你签长约。三郎，等我回来还吃你家的卤下水。一言为定。3条船，30个船工，如果成了，就是30个回头客。总归迈出第1步了。送到了，送到了，全卖完了。船老大回来就签长约。堂儿，你过来，这钱你自己管，娘不管了。从今往后，咱家你做主。好，那第1条，咱全家睡觉。别算账了，先睡觉。娘，要是3条船都订酱料包，1天30份，1份50文，那就是1两半银子，1个月就是45两，比你爹当官时挣的还多。那咱就能找爹了，雇人雇车，沿路打听。是的，是的，你快先休息，挣了钱再说。江家的船出去有5、6天了吧？南边的水路上会碰到水匪，听说折了1条船。何婆婆，江记的船跑南边，最远到哪儿？徐州，来回最少10天，要是风向不顺，半个月也不稀奇。宋三郎，还有夹馍吗？三郎，我大哥说了，以后都给你订。酱料包，船上的30个船工都说好，我爹尝了也说好。这次我要50份，什么价？单买50文1份，50份45文1份，拢共2250元。成交，3天后取。现结一半，取货结完。三郎，我爹说你这酱料包比丰州城里那家老字号酱园的东西还香，你可别涨价太狠啊！放心，头3趟都这个价，往后合作稳定了，我再给你抹零头。小子，你这不是摆摊儿，是开作坊啦。何婆婆，等我真开了作坊，第1个请您来吃。哼，少来！你开了作坊就不记得码头角落的老太婆了？记得，第1天您帮我吆喝那嗓子，我一辈子记得。50份酱料包，卤膏要收汁收得更浓，干葱花要提前烘好，肉酱需要多熬1锅。江家回来了，50份酱料包。娘，咱家要忙3天3夜了。3天挣了2两多银子，我年轻时候跟你外婆绣1个月帕子才挣半吊钱。这次准备太快了，后头得提前熬卤膏，不能每次都赶工。娘，你想不想吃点新鲜东西？什么？鱼丸，手打的。鲫鱼刺多，你外婆以前做鱼丸都是用草鱼，肉厚好刮，
草鱼得买，这2条是何婆婆送的，不要钱。咱家现在每一文钱都得花在刀刃上。姐姐手不酸吗？酸，但你等会儿吃到嘴里就直了。我来搅一会儿，你调酱。跟你外婆在灶房里的样子一模一样，她也是这么搅的，一边搅一边念叨：鱼丸子要弹，手上得有力。娘，你会做鱼丸？小时候帮着打过下手，嫁给你爹之后就没做过了。你爹不爱吃鱼。张叔，我来拿下水。咦，这猪血你怎么处理？当然是倒了，这东西腥臊着，没人要。半斤多少钱？小子，你要猪血？那玩意儿煮出来又腥又柴，连狗都不吃。新鲜的猪血兑上盐水，凝成块之后焯水，然后下卤汤里，保证不腥不柴，比豆腐还嫩。让他试试，反正咱也是倒掉。拿去，不要钱。你要是能做出来，以后杀猪的猪血全给你。一言为定。唐儿，这什么东西？猪血，张叔不要钱给的。这能吃吗？能，而且比豆腐还嫩，就是做法麻烦。焯水不能煮沸，水快开就得关火，煮沸就老了。那得盯紧了。够了，起火。这是猪血，我在京城的酒楼里都没见过这样的。小火慢进，让它慢慢吸味。大火催进去的味道是浮的，小火浸进去才是透的。怎么样？成了，嫩滑入味儿，一点腥气都没有。你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，猪血也敢试。娘您尝尝。这要搁在京城，哪家酒楼不抢着要？这是猪血？20-30年，我家杀了20-30年的猪，从来没吃过猪血。不是不想吃，是不会做。你这手艺比卤下水还好吃。小子，以后我家杀猪的猪血、猪下水全归你，下水2文，猪血1文。你能卖出去多少，我就给你供多少。成。面是昨晚上擀的，够不够筋道？够了，娘擀的面比外头铺子里卖的还筋道。今儿多了一口锅，是要加新品吗？鸿运当头面，猪骨汤加猪血，4文钱1碗。鸿运当头，这名儿好。码头那些扛活的，图的就是个好彩头。对，4文钱买1碗面，顺便讨个好彩头。去吧，今儿第1碗面留给你弟弟，他昨天晚上念叨了一宿。鸿运面，啥东西？猪血面。猪血？小子，你是不是这2天被江家的订单冲昏头了？猪血谁吃？何婆婆，等会儿第1碗我请您尝尝，如果不好吃，今儿您的鱼我全包了。哼，老婆子等着吃你的鱼。小哥，鸿运面是什么？猪血骨汤手擀面，4文1碗。猪血，今天新品，尝1碗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行，那就来1碗尝尝。再来1碗。小子，你刚才说请老婆子尝1碗，还算不算数？什么鸿运面4文1碗，不就是猪血吗？猪血不值钱，谁花4文吃猪血？孙老头，你吃过没有？没吃过别吭声。小子，你故意的！4文1碗猪血面，你也开得出来？老伯，我卖的是猪血，猪血骨汤手擀面，本钱多少您心里有数。4文没抢您的生意，是客人自己选的。老孙头，听说你那摊上今天连只苍蝇都没飞过去，关你屁事！码头就是这么大，谁家生意好，谁家生意不好，
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金麻子。清水巷那个小子叫宋三郎，老孙头，你就这么让他把你的客人全抢了？瞧着吧，我自有办法。5天净赚3两2钱银子，但人手到顶了。半夜3点起来和面，到晚上亥时还没收工。娘，咱家得雇人。雇人？咱家还留着放，能雇人？流放为平民，不是流放为奴。我问过牙行了，雇工不犯法，只要不签死契，工钱日结。那你准备雇谁？明天我去码头问。巷子里孙婆婆上回说，她儿媳妇要找活干。三郎来了，鱼丸又做了。孙婆婆，今儿来问个事儿。您上次说儿媳妇在找活干，我那边摊上人手不够，1天30文，管1顿中饭，摘菜洗菜打下手，不累。您儿媳妇要是愿意，今儿就可以试试。翠芝，快出来！三郎老板，我能做，洗菜切菜我都会，我在娘家做过灶房帮工。别叫老板了，叫我三郎就行。走吧，跟我去灶房看看。每天洗2筐菜，揉5斤面，卤锅每天早上添新料，猪血得当天接当天做，骨头汤熬通宵，你早上来加1次水，翻1次火就行。明白了。几点上工？卯时。寅时我就到。灶陶里的火得提前生，天亮再忙来不及。行，今天是1天，工钱照给。做得好，明天继续。给我来碗红运面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小哥好手艺，这汤底骨头加姜片、黄酒，对吧？客官好舌头。嘿嘿，改天再来。猪血焯水熬了，姜片、黄酒也放了，为什么还这么腥？肯定还有秘方没看到。小哥，你这猪血真嫩，怎么做的？客官好吃就行。好奇问问。我家婆娘爱吃猪血，做出来总是腥臭无比。金麻子，你什么时候娶的婆娘？老婆子怎么没听说过？那人是金麻子，在码头后巷卖小鱼面，生意不怎样，但心眼多。看出来了，他吃面的样子，就是想拆我的配方。你留个心眼儿，这种人偷不着方子，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。我心里有数。猪血面，跟拐弯口宋三郎那个一样？一样，3文1碗，比他还便宜3文。这什么玩意儿腥的？宋三郎的猪血嫩得像豆腐，你这玩意儿嚼都嚼不动。客官，你再尝尝，汤是好汤，骨头熬了1宿。骨头熬了1宿，你管这叫骨汤？宋三郎那汤白的像奶，你这汤刷锅水都比他稠。个人做法不同，我这猪血腥的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。退钱。客官，小本生意，3文钱算了，当我喂狗了。金麻子，你这不是红运面，是霉运面。焯水了，姜片放了，黄酒放了，骨豆汤熬了，每一步都跟他一样。不对，他在摊上焯猪血，水快开就关火，我也这么做了。为什么他的嫩我的老？余温，他关了火，但锅没离灶，灶汤余温接着烫，不是煮熟的，是捂熟的。还是不对，嫩是嫩了一点儿，但还是腥的，不是照做就能做出来的。他有一步没在摊上做，是在家里做的，没让我看到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去他家里看看。金叶，明天你去码头，帮我办件事儿。说什么事儿？我也去。你去干啥？金叶的背影跟那个人差不多，你比他高了半个头。这事儿就得金叶去。就他能去吧？说让你干嘛就干嘛。明天你去清水巷，巷口有个小院儿，
院里有棵枣树。进去之后就说找翠芝，她在里面帮工，你进去帮着洗菜，什么都别说，就干活。记住那个小厨子，在家里是怎么处理猪血的？说，我不认识翠芝嫂子。没事儿，他们不会赶人。那家的小厨子看着是个好说话的人。请问翠芝嫂子在吗？我就是，我叫金叶，听说这边找帮工，我能帮忙洗菜摘菜，不要工钱，管顿饭就行。翠芝姐，谁啊？找活干的，洗菜摘菜都行，不要工钱，管顿饭就成。我家暂时不缺人，不过还没吃饭吧？拿着。对不起，你小心点，有人盯上你家方子了。他说什么？有人惦记上咱家的猪血面了。那姑娘跑的鞋都掉了，你认识她？不认识，但她说有人盯上你家方子了，说明有人让她来的。谁？码头上最想偷我这锅猪血的只有一个人。从今天起，卤猪血这道工序不在摊子上做，全都提前在家做好。金麻子好几天没出摊了，听说在家研究猪血，研究来研究去，做出一锅黑的。他做不出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在摊子上看我做，但最关键那一步是我在家完成的。喂，你站到我这边了！你这鸡鸭屎尿齐流的，把我菜都熏坏了。我这摊子这么大，你让我往哪儿挪？往河里？你挪过去，挪过那根柱子。今天人多，挤一挤。我这袋子才多大？你那边菜叶子都摆到路中间去了。咱俩谁挤谁？小子，你那锅里的东西卖不卖？红玉面、猪血骨汤手擀面，4文1碗。来1碗。小子，你叫什么？宋三郎。我姓赵，码头上卖鸡鸭的。你这猪血比肉好吃。小子，老婆子活了大半辈子，吃过的好东西不多。今天这碗面算一个。小子，你一个人出摊吗？是啊。你这摊子卤下水、猪血面，一上午少说卖100来碗，一个人忙得过来？家里有人帮忙，灶房备好了，我推出来卖。你这手劲儿不够，推车歪一次能把一锅汤都砸喽。大娘，你这手劲儿不是做鸡鸭买卖练出来的吧？年轻时候杀过几年猪。你那猪血是怎么去腥的？淡盐水，新鲜猪血对淡盐水凝快，焯水不能煮沸，水快开了就要赶紧关火。你这么大方，不怕别人学了去？大娘，你刚才帮我按住了推车。一碗面不值什么，一个方子也不值什么，人情最值钱。小子，你是女的吧？别紧张。老婆子杀过猪，赶过马车，跟地痞干过架，分得清男女。你这手劲儿不是男人的手劲儿，但你这胆量，10个男人加起来也不如你。大娘怎么看出来的？刚才按推车碰到你肩膀，男人的肩膀不是这样的。你放心，码头上混日子，女人就得比男人强。你也不容易，老婆子不会乱说的。多谢大娘。谢啥？三郎这名字挺好，可别让人知道你是女儿身啦。小子，不，丫头，明天老婆子还来这个位置，有人找你麻烦就往我这边靠。三郎，金麻子那边卖3文，咱要不要也降1文？不降，降价就是跟他比便宜。他的猪血处理不好，再便宜也是腥的。咱的东西好，干嘛跟他比价格？这是什么刀？削面刀，唐木匠打的，专门削面用的。从今天起，红玉面不变，但咱家多一样新品——柳叶刀削面。小子，你这刀工跟谁学的？自己练的。
练坏了一筐面。一筐面，那得多少钱？值得。三郎，柳叶刀削面跟鸿运面有啥区别？这面会飞，你数着没？1刀、2刀、3刀。哎呦，这手是装了轮子吧？别废话了，我也来一碗柳叶的，多削几刀。宋三郎，又是你！金麻子那脸比锅底还黑了。金麻子盯了你一上午了，让他盯着呗。何婆婆，金麻子在码头卖了多少年面了？少说7、8年。那正好，他盯着我，我也盯着他。7、8年的老摊贩，面做成那样，要么是懒，要么是有什么别的原因。金麻子还不收摊儿？等会儿，数数账。柳叶刀削面、猪血面、卤下水，一个人3样东西，码头摆摊不到3个月，你到底是谁？有人。4个时辰，够了。宋三郎每天虚实屯车回来，第2天饮食出门备料，中间有4个时辰，人都在家。说，你是想进去偷？偷什么？我要亲眼看他怎么处理猪血。白天在摊上看不到，晚上去他家造访看。他家有人，怎么进去？今夜，明天黄昏，你去清水巷巷口等着，看到宋三郎推车回来，磨蹭一会儿再走。说，我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又不是干嘛？你就从他家院子里拿一项东西，挂在院墙上的衣裳，随便哪件，拿了就走。他不敢，我去。你比他高了半个头，拿件衣裳回来，我有用。不能拿，人家给了你夹馍。可叔说拿一件衣裳就能知道他怎么做猪血，一件衣裳又不是偷钱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贼，我不是贼。唐儿，你那件粗布褂子呢？不像是风吹走的，应该是有人拿的。拿衣裳？谁会拿衣裳？那天来造访的姑娘说有人盯上我家方子了。偷衣裳的人不是要衣裳，是要一个理由或者证据。唐儿，咱报官吧。他想盯着我的制作过程看，那明天我就让他看个够。唐儿，你要干什么？娘，他今天偷了一件衣裳，明天就会进院子，后天我不能坐以待毙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娘，明天收摊之后，我让赵大娘跟我一起回来。大娘，昨儿我家院子晾的衣裳被人偷了一件。偷衣裳？谁干的？应该是金麻子的人，他跟踪我好几天了。偷衣裳我估计是想做局，今晚收摊他肯定还会跟着我。你打算怎么弄？清水巷口有条窄巷子，两边都是仓库高墙，天黑没人经过，我今晚收摊走那条路，他必然还会跟着我。然后呢？大娘身形宽，穿我那件褂子，巷口背对他站着，天黑看不清脸，他准以为是我。他只要一动手，您就按住他，人赃俱获，送去见官。丫头，你这脑子当厨子可惜了。宋三郎，金麻子，你手往哪儿放呢？等，放手！不是，我弄错了。金麻子，你跟了我2天了，从码头到清水巷，今儿还盯到了巷子里，你想要什么？谁跟你了？我回家路过。路过，你往人姑娘肩膀上抓。姑娘，宋三郎，你是女的？推你的车回去，这人我送官府。你凭什么？我是良民，我什么都没干。良民跟踪人家小姑娘走夜路，良民往人家肩膀上抓。哟，金麻子，你这几天不是到处说宋三阳的猪血面是偷了你的方子吗？怎么跟踪还动上手了？哼，走，见官去。老婆子倒要看看
跟人夜路还动手动脚，官府判不判？宋三郎，你等着！三郎，推车回家。三郎，赵大娘拎着他去衙门了。你说这金麻子到了衙门会不会乱说你是姑娘的事？说不说的，他都已经动手了。动手就是罪。至于我是男是女，不是他能决定的。名字？金大富，码头卖面的。他告你跟踪妇人夜路动手动脚，认不认？不认，我不知道他是女，不，他就是男的。宋三郎是男的，这疯婆子诬赖我。男的，你摸人家肩膀干什么？我没摸，我只是拉了一下。拉跟摸有区别。行了，金大富跟踪夜路骚扰平民，按律拘3天，罚银500文。500文？我那面摊一天才挣几十文。嫌多可以再蹲3天，自己选。码头上这种人，不治一回是不会长记性的。还在发烧？你说你之前上战场，浑身是血爬回来，满脊梁的刀疤，老婆子照顾你3个月，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，现在一个小小的风寒就躺了5天。睡吧睡吧。哎，明天要是还不退烧，我就去请大夫。你爹你娘没了，你哥你弟都没了，老婆子这辈子送走的人够多了，不能再送走你了。你家这灶房比我家整个屋子都大。你就是三郎他娘？是，多谢大嫂帮了我家三郎。谢啥？看不惯那金马子那死罢了。拿着吃，别跟你姐说。丫头，麻烦你个事儿，你教我做一道菜。大娘，什么菜？随便，简单点的。我一个人在家，有时候饿得不想动。不粘锅，不粘碗，不粘筷子，这道菜叫3不粘。鸡蛋黄加糖和淀粉，小火慢搅，搅到蛋黄和糖完全融合，表面光滑，筷子划过去不留痕。你看，算了，老婆子这辈子就不是做饭的料。再来，小火，手腕别停，搅到你能闻到甜香味就成了。像蛋羹，又不像，甜口的还行。大娘，你学会了第1道菜。大娘，你在码头卖鸡鸭，生意怎么样？冷日子热日子都有，有时候卖3只，有时候一整天下不了1只。码头工人有几个吃得起鸡的？我的摊子上每天有200-300人排队，这些人买不起整只鸡，但买得起1碗面。大娘，你的鸡鸭兔子活的卖不掉，做熟了有人买。你明天带2只鸡来，我卤了放摊上卖，分你1半。1半不成，你出灶房，出香料，出锅，我就出只鸡，3-7，你7我3。不用，5-5。5-5不成，我出只鸡，你出全套手艺，3-7都是我赚，就这么定了。大娘拍桌子的力度比码头扛活的汉子还大。3-7就3-7，大娘，咱俩搭伙了。丫头，金麻子后天就放出来了。我知道，他那种人在衙门里蹲3天，不会学乖的。大娘，他出来就出来，码头上那个位置还在，但他做不出我的面，也偷不走我的方子。行，他要是敢来，咱俩一块等着。大娘出鸡，我出手艺，这买卖比单卖面大。鸡？你这丫头连鸡都卤上了，给我来半只尝尝。这个比下水还好吃，不是下水也好吃。不到半个时辰，3只全卖完了。老婆子平时蹲1天才卖1-2只活的，早知道我那些鸡都给你卤了。大娘，明天带5只来，鸡、鸭、兔子，你有的都带来。每种肉定价不一样，鸡10文半只，鸭12文，兔子8文，都按3-7分。丫头，你这脑子是算盘做的吧？老婆子卖了3年牛鸭，就没有哪一天全卖完过。还是你这丫头有本事，躺了5天了，灌了5副药也不见好。
今晚让他尝尝这个，说药苦，卤鸡比药好吃。大娘，家里谁病了？是个降种，老婆子挣的铜板，一半给他抓药了。怎么不早说？骨汤舀一罐带回去给病人喝最好了。三郎，老婆子这辈子没求过人，明天那降种要是站得起来，我带他来码头。他是……还发烧？你怎么又没吃药？上个月好不容易从破庙搬出来，这儿好歹不漏雨，你倒好，躺了5、6天不起来。起来，老婆子在码头蹲了1天挣的铜板，一半给你抓药了，吃吧。码头上新来的小厨子做的，你今天运气好，每天不到50就卖完了。这么好吃，哪个小厨子？码头拐弯口一个瘦瘦小小的后生，叫宋三郎，卤下水夹馍起家的。老婆子跟他搭伙，我供鸡鸭，他卤好了分我3成。宋三郎，怎么？这名字有点耳熟。我跟你说，他是女扮男装，一个人带着娘和弟弟在码头摆摊儿，被金麻子盯上跟踪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做事比我见过的大男人都有章法。18岁，瘦小，但母亲和弟弟手艺极好。怎么了？我可能认识他。你认识他？你怎么会认识他？他在山里帮我卖了野猪。哎呦，你说这丰州城说大挺大，说小也太小了。大娘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码头。你病还没好。我好了。那明天一早去码头，但你答应老婆子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是去找人，不是去报恩。该吃饭吃饭，该喝药喝药。老婆子这辈子送走的人够多了，不差你一个。大娘，你说他在码头摆摊，一个人？一个人，带娘和弟弟被金麻子盯上了。那他需要人手。他说来日必还，但该还的人是我。宋三郎，沈猎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行了，你们认识我就不介绍了。杜儿帮我看摊儿，我去那边数鸡。你脸色不好，病了吗？小风寒，好了。风寒不会瘦成这样，你是不是一直没吃什么东西？快吃吧，不吃不准站在这儿。擦擦，码头可不是山里，好歹注意点形象。你家那个是你儿子？侄儿，远房的。哦，别傻站着了，坐吧。我不累。沈猎户，你虽然在山里追了3天野猪，但你不是铁打的。坐下说。今天这碗不算钱。赵大娘说你吃了5天药，没怎么吃饭，把这碗吃了。你还记得山里你说的话吗？什么话？你说这年头你这种人不多。我想了好久，没想明白，今天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没什么。杜儿，送三郎回清水巷。好的。嘿，赵大娘这侄子到底是来帮谁的？丫头，你听没听说清净寺的事儿？腊八那天办周会，霍老夫人的场子，赢了的人全城酒楼都跟你下单。去年赢的那个厨子1年挣了300两。300两，够找爹了，也够开食铺了。什么条件能参加？没条件，天不亮排队抽签，一碗腊八粥定输赢。腊八还有3天。腊八粥我没做过。山里猎户过腊八，用山里的东西熬粥，不放糖，果子自己甜，野柿子在树上挂到下雪，摘下来比蜜甜。大娘，明天帮我带2样东西，芸豆和红枣。3天之后我去参加周会。48，得等到天黑。到他那会儿，霍老夫人早就吃饱了，一个推车山饭也来凑周会的热闹。没事，最后上场有最后上场的好处。我这碗不放糖的，舌头反而记得住。山里猎户等猎物
等过3天3夜，几个时辰不算什么。不许乱说话。奶奶，还有几个？我舌头都尝不出味儿了。最后一个了。奶奶，这个跟前面47个都不一样，没搁糖，您尝尝。你多大了？18。这粥是你自己琢磨的？是。老夫人，这碗什么都没搁，但什么都有了。今年的腊八粥会优胜宋婉堂。宋婉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姓宋了？你说过自立分户，现在又顶着宋家的姓赢了周会。第一，我姓宋是我爹给的，不关你的事。第二，霍老夫人选我是因为周好，不是我姓什么。码头推车赢了全城。第三，你当初在破庙里说我翻身不了，现在我在清净寺拿魁首，你除了在别人背后说3道4，还能做什么？宋小郎君，奶奶说让你过2天来霍府，她要跟你订年单。他今天赢的是一碗粥，我赢的是时间。霍繁星还小，霍家的门我还进得去。等霍家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到时候看他还能不能笑出来。宋小郎君，吉祥酒楼订10桶，望江楼5桶，福德斋4桶。东家昨儿尝了您那碗粥，回去1宿没睡着。宋小郎君，老夫人再订20桶，5桶霍府自用，15桶清净寺前布施，照市价结算。还有，清净寺背长街的摊位免服用到年前，知州府特批的。46桶，老婆子卖了3年活鸡都没挣过这么多。你做到了。什么？半年之内开10铺。你说过，在码头第1天摆摊的时候。还没开10铺，这只是摊位。快了。山里那次，你问我为什么要帮你，我没说。不用说了，你第1天来码头，我就知道了。过了年，丰州城不会太平。你听说了什么？明天腊月22，咱提前喝，就当过年了。杜儿，你从小没爹没娘，老婆子把你当儿子。丫头，你一个人带着娘和弟弟趟出一条路。老婆子活了50年，没见过第2个。干一尾，不为别的，为缘分。你们俩都是不会喝酒的，一个呛得皱眉头，一个不吭声，但耳朵都红了。行了，往后日子还长，你们慢慢来。大娘，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我姐姐的？你姐姐买了我的推车，一辆别人都不敢要的推车，她不嫌弃。老婆子那时候在街头卖鸡鸭，后来跟着你姐姐卖卤鸡，现在老婆子在这儿，在这院子里，跟你们一起过年。过年了。几个月前，我在破庙里睁开眼，手指动不了，说不出话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完了，爹还没找到，10铺还没开，路还很长。但我不怕了，因为我有家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家？那你以后还用宋三郎这个名字吗？暂时还得用。码头认宋三郎，江家认宋三郎，清净寺外的摊位也认宋三郎。哪有女孩子想一直女扮男装的？是不想。等妥当了，我想用自己的名字。会有那一天。不会太久。怎么了？过了年，丰州城真会不太平，与你有关。宫里那个老东西确实死了，可他留下的账还没清完。